大家好，欢迎参加普通话语音和播音发声课程的学习。关于普通话，你了解多少？我国地域辽阔，方言种类多而复杂。为了交际与沟通的方便，普通话成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近年来，普通话的普及率越来越高，全民语言素养也不断增强，语言逐渐成为各行各业都关心的话题。特别是从事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戏剧影视艺术等行业，更是普通话使用的重点领域。而对于交通、金融、商贸、旅游等服务行业来说，学好普通话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此外呢，汉语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随着国力的提升，现在的外国人学汉语的热情越来越高。作为现代中国人，了解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讲好普通话，不仅有利于沟通交流，提升个人语言能力，还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文化，提升国家软实力，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什么是普通话呢？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在这个定义中，包含着语音、词汇、语法3个层面的规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这句话明确规定了普通话的语音标准是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这句话可以看成词汇标准，指的是普通话词汇以北方方言词汇为主，去除过于土俗的词语，同时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从其他方言或语言中吸收所需要的词语。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规范，这句话指的是普通话的语法规范。这个规范呢，是指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中的一般的用例。在普通话这个定义中，语音标准规定的最为明确，因为一种语言的语音标准是不能使用虚拟的语音或者是各地方言拼凑起来的语音作为标准音的。如果不规定一个具体地点的方言语音作为标准音，会令人无所适从。而北京自13世纪以来就成为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具有良好的推广基础。当然，普通话语音系统也并不是把北京话的语音全部照搬，普通话的语音去除了北京话的土音成分。头儿，我可颠儿了啊！领导，我要辞职了。别介，别介，不要啊，不要啊！你怎么能在这个坎节上撒丫子了呢？你怎么能在这个关键时刻不计后果的抬腿离开或者奔跑呢？我跟你们这儿见天熬鹰，我天天加班，麻利搂子，赶紧看看，连哼了带喘，吭儿咔的往外啐痰，撤得我这半拉肺叶子直疼。我感冒了。这个视频告诉我们，北京话不等于普通话，尤其在词汇方面差异更大。所以说，普通话虽然以北京语音为语音基础，但是普通话并不等于北京话。普通话是有着明确规范的标准语，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我们民族语言的高级形式。普通话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那么古代有没有共同语呢？那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我们知道，现代汉语方言众多而复杂，
不同的学者对汉语分区也有不同的分法，最常见呢是分为7大方言区，有北方方言区、吴方言区、湘方言区、赣方言区、客家方言区、闽方言区、粤方言区等等。汉语众多方言与民族共同语之间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但由于语音上对应规律很整齐，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也大体相同，因而只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分支，或者叫地方变体，并不是独立的语言。所以我们说，方言是形成共同语的基础，在共同语形成之后呢，是共同语的分支或变体。方言分歧自古就有，而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文献当中呢，也都有共同语的记载。《论语》中就提到了雅言，汉代呢，文献当中出现了通语，明代有官话，5四运动以后推行的国语，也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最后，新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1958年正式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并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政策和措施来推广普通话。普通话不仅是汉民族共同语，同时也是我国各民族之间进行交际的通用语。